65%豁免。纽约老年人房产税新政落地，老年人每年可以省$300。近年来，全美国房产税持续上涨，住房成本的压力让不少家庭倍感吃力，尤其是老年群体受固定收入的限制，房产税负担更显得沉重。如今，好消息终于来了。纽约州重磅出台房产新政策，州长官宣老年房主可以享受最高65%的房产税豁免，较此前上限大幅提升，平均每年或者是可节省$300。新法规，数千房主房产税账单将削减65%。近期，纽约州的州长凯西·霍楚尔签署了一项新法案，允许纽约州地方当局向符合收入资格限制及其他标准的老年人提供其房产评估价值最高65%的房地产税豁免。老年房主的收入必须低于其居住地区设定的最高收入资格水平。疫情后买房热潮推高了房价，这几年来，全美国各地房地产的税都在上涨。根据数据统计，2023年美国房产重新评估后，房主房产税中位数比较2019年上涨了26.3%。数据显示，2023年到2024年，全美国的房产税又上涨了5.5%。房产税账单逐渐让房主们不堪重负，其他的住房成本也不断的上涨。高昂的借贷成本、更高的房屋保险费以及业主协会的费用。新法案出台之前，地方政府能为老年人提供的最高豁免的比例为50%，这一上限数十年来从未提高过。霍楚尔表示，这项措施能让难以承担更高账单的人在纽约州住得起。州长办公室表示，新法案平均可以为纽约州老年人每年节省高达$300。任何纽约州的老年人都不应该因为无力支付房产税而失去家园。通过签署这项法案，我们正努力让纽约州靠固定的收入生活的老年人更加的实惠，让他们能在自己熟悉和热爱的家中安享晚年。老年人面临住房成本上涨和通货膨胀的问题，他们往往靠固定收入生活。将法案签署成为法律，是恢复纽约州老年人实际住房可负担性迈出的重要一步，让纽约州对个人集体家庭更加的实惠。房产税，尤其是对固定收入生活的人来说，往往难以负担。纽约州有超过180万名拥有自己住房的老年人。这项重要的法律将继续帮助老年人留在自己选择的家园和社区，并让他们在纽约州做出的巨大贡献得以延续。纽约州房产税大幅高于全国，州实际税率为1.64%，几乎是全美平均水平0.9%的2倍。房产税中位数超过$6300。增加的免税额度是霍楚尔推行的可负担性议程之一，为中产阶级减税，惠及约830万纽约人，使中产阶级的税收降至70年来最低的水平，扩大州的儿童税收抵免。从2026年开始，增加到每名4岁以下儿童最高$1000，学龄儿童最高$500。通货膨胀退税支票，符合条件的纽约人每人最多可得$200。
每家最多$400，惠及820万人，为所有学生提供免费校餐，无论家庭收入如何，所有 K12学生都可以享用免费早餐和午餐。每年每个孩子最多可为家庭节省$1600。纽约房产现状：2025年至今，纽约房屋平均价值为$505,608，比过去一年上涨了3.8%，而纽约市的房价更是高耸入云。第三季度房屋销售价格中位数达到创纪录的$80万，同比增长4%。布鲁克林的房价涨幅最大，上涨11%，达到$91.6万的新高。纽约市有3大最贵社区，房价超过$300万，中位售价同比小幅下降。房产税金额因居住地点而异，通常的计算方式为先确定房产的评估价值，扣除所有豁免的额度，再乘以所在的县的税率千分率。如果是通过抵押贷款买房，需要将每个月还款额计入持有成本，各州的中位还款额有所不同。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数据，2023年可获得的最新数据，美国全国平均抵押贷款月还款额达到$2051，贷款类型会极大地影响还款的金额。无论是打算快速转售还是用于出租，均需要购买房产的保险。具体所需要保险的类型是因情况而异的。如果房产空置无人居住，需要投保空置房产保险，保费远高于有人居住的房产。原因是因为房产无人看管的时候，保险公司面临的风险更高。对于出租的房屋，需要投保出租房产保险，保费会因为房产的类型和位置的差异较大。例如，一栋3层12套公寓的建筑，其保险费用远高于一套600平方英尺的独栋小屋。若房产位于业主协会管辖区域内，需要缴纳业主的协会费，费用金额因居住的地点不同而有差异，且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调整，通常介于$100至$1000之间，平均约$300。还需要了解业主协会关于房产改造、维护等方面的规定，可能会影响总支出。除了房产出租且租户承担全部水电费，否则需要持续缴纳水费、电费或者是燃气费。若房产是空置的，可关闭暖通空调系统，节省水电费，但是部分情况下仍然需要保持开启。物业管理费仍然适用于出租房。若计划投资多处出租房产，不住在出租房产附近，无法或不愿自行管理房产，需要聘请物业经理。物业经理负责出租单元推广、租户审核、租金收取、维修处理等工作，通常需要支付月租金的8%至12%作为物业经理的服务费。此外，可能还需要支付其他的费用，例如新租户入住手续费等等。无论房产用于出租还是倒卖，均需要承担一定的维修费用。基础维护包括草坪养护等等。若房产景观绿化面积大，可能需要聘请人员来打理。室内公共区域若人流量较大的，可能需要聘请人员清洁。持有房产时间越长，需要安排的维护工作越多，应该定期开展排水沟的清理、窗户的清洗等等常规的维护，及时掌握房产的状态，避免后续出现更大的问题。此次房产税瘦身对你有利好吗？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请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感谢支持，欢迎点赞和订阅。